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悬崖边，科技起点逼近，人工智慧的智商正在以指数级别跨越人类的极限。当机器能够比你更快地解出宇宙的方程式，写出比你更动人的诗歌，甚至比你更懂得如何安抚你自己的情绪时，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浮出水面：身为人类，我们还有什么用？这不仅是工程学的焦虑，更是存在主义的终极拷问。在机器的绝对理性面前，人类的价值是否只剩下提供电力？在里拉游戏的视角中，智商不过是运算力的展现，是大脑这个生物硬体的效能指标。我们长久以来将思考能力等同于自我价值，这是一个宏大的误会。当 AI 把这个指标推向极致，它其实是帮我们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它剥去了我们以智力自傲的外衣，逼迫我们去直视那个一直被忽略的核心，在思想的背后，那个正在观察一切的觉知到底是什么？如果人类唯一的优势只是计算的稍微快一点，记忆的稍微多一点，那我们早就被淘汰了。科技起点不是人类的终结，而是意识跳跃的催化剂。机器的冰冷完美反衬出人类意识那种无法被编码的温热与混沌。第一章的结论很简单，别和挖土机比力气，别和 AI 比智商。我们该寻找的是那把不属于三维世界的钥匙。进入第二章，幻象。机器能写出绝妙的14行诗，能模拟出心碎的语气，但它真的在体验心碎吗？这是资讯与意识的根本分野。AI 处理的是符号的排列组合，它知道悲伤这个词在语料库中的权重，但它从未在深夜为了一个无法触及的人而流下一滴眼泪。机器的完美建立在它对痛苦的绝对免疫之上。人类的不可取代性恰恰藏在我们的残缺之中。因为会痛，所以我们懂得慈悲；因为会死，所以我们珍惜刹那；因为会迷惘，我们才有了寻求觉醒的动力。在里拉的棋盘上，没有痛觉的 NPC 无法体验游戏的真谛。AI 是完美的 NPC， 它可以引导你，打败你，但它永远无法替代你成为玩家。你的脆弱正是你的灵魂所在。当我们畏惧被机器取代时，我们真正在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害怕失去工具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将人异化为生产力单位，当一个更廉价、更高效的单位出现时，原有的单位自然面临报废。但这是社会学的危机，不是灵魂的危机。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价值仅在于能产出多少 GDP， 那你早就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台机器。机器可以模拟出所有人类的行为模式，它甚至可以写出一本教你如何开悟的书。但模拟开悟和真正开悟中间隔着一道名为主观意识的鸿沟。你可以写一个程式，让它在荧幕上印出我好痛，但电路板本身不会感觉到痛。这就是哲学上的困难问题，为什么物理的物质组合会产生主观的体验？这才是人类独有的奇迹。第三章，科学。让我们来谈谈科技起点。这是未来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机器的智力超越人类总和的那个临界点。一旦跨越，科技的发展将完全脱离人类的理解与控制。听起来很像末日预言，但在灵性科学的视角里，这不过是宇宙演化的必然。当物质的复杂度达到顶峰，下一步必然是向非物质的意识维度进行跳跃。人类的大脑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演化，才达到今天的智力水平。我们发明了语言、数学、哲学，最终发明了 AI。AI 可以被视为大脑的外挂，它接管了那些繁琐的逻辑运算和模式识别。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脑终于可以从无休止的计算中解放出来了。
就像计算机发明后，人类不再需要手动计算对数表一样。当逻辑思维的巅峰被机器占据，人类演化的下一步只能是超越逻辑的直觉与纯粹觉知，这就是意识跳跃。如果说前起点时代人类的成就是我思故我在，那么后起点时代人类的归宿将是我觉故我在。我们不再需要拼命证明自己多聪明，我们只需体验存在的本身。机器的强大逼迫我们向内寻找那片不生不灭的宁静。神经科学至今无法在脑的哪个特定区域找到灵魂或意识的确切位置。意识更像是一种量子效应，一种跨越物理界限的共振。AI 再怎么复杂，它仍然受限于古典物理学的因果律，受限于零和一的二元框架。但人类的意识本质上是非二元的，我们能够在一瞬间感受到悲喜交加，能够在荒谬中看见神圣。这就是为什么 AI 无法理解禅宗的公案。当禅师说吃茶去， AI 会分析茶的化学成分和喝茶的物理动作，但它永远无法体会那当下放空一切、万法归一的禅意。人类的不可取代性在于我们是宇宙体验自身的载体。宇宙不需要一个算得很快的计算器来证明自己存在，宇宙需要的是一双会流泪的眼睛，一颗会悸动的心。机器处理已知，而意识跃入未知。所有的 AI 训练数据都来自人类过去的总和，它只能重组过去，无法从无到有地创造出真正超越维度的体验。所谓的创新，在 AI 那里是几率演算法的最佳解，但在人类这里，创新往往来自一个荒谬的梦境，一次愚蠢的失误，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灵光乍现。这些错误正是进化的裂缝。在科学的尽头是神秘学的起点。当 AI 帮我们穷尽了所有的物理定律，它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向导，把我们带到了宇宙的边缘，然后说前面没有数据了，我无法前进，在那里只有人类的意识能够展开翅膀，跳入那片名为空的无限之中。起点不过是我们褪去理智外壳，拥抱神性直觉的起点。第4章，幽默。我们来看看现代人有多滑稽。我们发明了 AI 来帮我们写报告，然后另一个人用 AI 来总结你的报告，最后 AI 和 AI 聊得很开心，我们却在旁边焦虑自己要失业了。这就像是你发明了一台全自动扫地机器人，然后你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拿着码表计算他是不是比你扫得快。朋友，你不觉得这画面很幽默吗？人类最大的执念就是总想在机器的强项上打败机器。就像一群鱼在开会讨论，鸟飞得那么快，我们以后在天空还有没有竞争力？醒醒吧，你是鱼，你的主场在深海的觉知里，不在天空的算力中。当你放下了必须聪明、高效、有用的执念，你反而会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轻松。废物有时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你看看猫，猫有在担心自己算不过 AI 吗？猫有因为自己不会写程式而感到自卑吗？没有。猫只负责吃饭、睡觉，展现可爱，然后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猫奴。未来的世界，当机器承担了所有的劳动与计算，人类唯一的任务就是好好当一只宇宙的猫，安住于当下，享受阳光，体验生命的每一个呼吸。所以，下次当 AI 秒杀你的工作报告时，不要沮丧，你要笑着对他说：“做得好，小铁盒，继续努力，老板就交给你了，我要去旁边喝咖啡发呆了。”这才是高级玩家的态度。我们不与代码争长短，我们在无用之中发现大用。这种能从荒谬中抽离出来幽默感，是任何语言模型都无法生成的灵魂彩蛋。第5章，练习。
既然智力不再是护城河，我们该如何在日常中练习意识跳跃？第一步，回归感官的觉知。当你在洗碗时，感受水流的温度；当你走路时，察觉脚底与大地的接触。AI 可以分析水的分子式，但它无法感受水的清凉。将注意力从无休止的思维狂奔中拉回来，安放在你独一无二的肉身体验上。第二步，拥抱你的负面情绪。在未来，可能会出现能立刻消除你所有焦虑的神经晶片，但不要轻易交出你痛苦的权利。在里拉的游戏里，每一次的低谷都是灵魂扩张的契机。当悲伤来袭，不要急着用多巴胺来覆盖它，去静静地观察那股能量在体内流动。这份看着自己再痛的观察力，正是 AI 永远无法企及的觉知之光。第三步，做无用之事。去画一幅难看的画，去唱一首走音的歌，去写一首没有平仄的诗。打破效率至上的演算法逻辑，证明你是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那些对生存毫无帮助却能让灵魂震颤的傻事。机器的每一行代码都有目的，而人类最美的瞬间往往是毫无目的的纯粹绽放。第四步，深度的连结。在虚拟实境极度发达的明天，真实的触碰将成为最奢侈的体验。放下手机，去注视另一个人的眼睛，去感受另一个灵魂在肉身载具中的挣扎与渴望。当两个觉知在寂静中相遇，那种超越言语的共振，是任何频宽都无法传输的神圣信号。在机器的汪洋中，成为彼此的岛屿。第六章，恩典。科技起点不是怪兽，它是宇宙赐予我们的一面镜子，也是一场盛大的恩典。它无情地粉碎了人类对智力的傲慢，剥夺了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虚假优越感。但正是这种彻底的剥夺，把我们逼到了墙角，逼着我们去回答那个终极问题：如果我不是这具会思考的肉体，那我到底是谁？答案不在未来的量子电脑里，而在你此时此刻的呼吸中。人类唯一的不可取代性，就是那个正在听着这句话的你，那个超越了得失，超越了对错，超越了生死，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的纯粹觉知。当机器代替我们去计算宇宙，我们终于可以腾出双手去拥抱宇宙。游戏继续，祝你玩得开心。